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现在熬夜已经是很多人的常态了。那对于熬夜，很多朋友都不太在意。有的人说熬夜会诱发癌症，那这是真的吗？下面我们来看看吧。熬夜的危害是很大的，因为经常熬夜会打乱生物钟，影响器官解毒和排毒，还会导致免疫力和抵抗力下降，加速人衰老。时间长了就会增加患癌风险，所以长期熬夜是会引发癌症的，大家千万要注意。那木子建议大家每天11点之前就要让自己进入深度睡眠，这样才能够保证身体健康哦。那经常失眠、睡眠不好的人该怎么办呢？建议大家要做好2点，这样或能让你有好的睡眠哦。第一点，不要玩手机。现在的人都有睡前玩手机的习惯，如果睡觉前玩手机，会导致大脑兴奋，让人无法入睡，还会影响睡眠质量。所以建议大家睡觉前最好放下手中的手机。第二点，不要思虑过多。如果总是思虑过多，这样肯定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的，还会引起失眠。所以大家睡前不要想太多，这样也能够让睡眠更好哦。前列腺是男人的生命线，拒绝这3种食物，呵护前列腺健康。第一种，辛辣食物。很多人对辛辣食物都是没有办法拒绝的，这类食物中含有很多辣椒素，如果经常吃，很容易导致血管扩张，对前列腺造成感染，加重前列腺炎。所以男性朋友为了自己前列腺的健康，尽量少吃这类食物。第二种，发物。发物是指一些比较富含营养的食物，或者是有刺激性的食物，比如羊肉、牛肉、狗肉等等。男性朋友如果经常吃这类食物，也会影响前列腺健康，使人出现前列腺疾病，所以男性朋友也要注意。第三种，生冷的食物。对有前列腺炎的男性，最好不要吃生冷的食物，因为这类食物容易刺激到前列腺，还会导致血管收缩，影响血液循环，对前列腺健康也不利。那都说病从口入，所以男性朋友平时要多注意饮食，管住自己的嘴。为了前列腺的健康，上面的这3种食物尽量就不要吃了。因为现在的人吃得多，运动的少，所以很多人50岁后很容易被中风盯上，不利于人长寿。那该怎么预防中风呢？最好改掉3个习惯。1. 久坐不动。当人过了50岁后，如果经常久坐不动，那么就会导致血液循环流通差，影响大脑的供血，时间长了很容易导致中风的发生。2. 熬夜。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经不起熬夜的，长期的睡眠不足会使大脑没有办法运转，不仅会导致血压升高，还容易增加中风或者是脑梗的风险。3. 频繁吸烟。经常吸烟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，导致血管出现堵塞，所以50岁后尽量改掉抽烟的习惯，不然也会增加患中风的风险。上面这3个不利于健康的习惯，希望你尽量改正，这样身体才能够更健康。想要预防中风，平时还可以多做一个动作，就是耸肩。很简单，就是将我们的2个肩膀同时向上提起，坚持5秒，然后再放下，这样反复练习100次，可以每天早中晚都做1次。这个耸肩的动作可以放松肩部神经，促进血液流通，有很好的疏通经络、活血行气的作用，能帮助很好的预防中风发生。大家不妨坚持练一练吧。枸杞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人过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里泡枸杞。若坚持用枸杞泡水喝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？好处1，延缓衰老。枸杞中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其中含有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以及胡萝卜素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起到延缓衰老、延年益寿的效果。但是要注意，枸杞属于温和食物，吃多了容易上火，影响睡眠。好处2，美容养颜。枸杞有很好的美白皮肤和养颜的功效，非常适合女性朋友吃。因为枸杞可以帮表层皮肤细胞保持足够的营养，对改善皮肤状态、保持皮肤弹性有很好的作用。好处3，提高免疫力。除了上面的2个好处，长期坚持吃枸杞还能够帮助提高人体的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益处。吃枸杞养生并不是1天2天就能够达到效果的，要长期坚持才行。虽然枸杞有很多好处，但是有2类人最好别喝。第一种，拉肚子的人。
如果出现拉肚子或者其他不适的情况，最好不要喝枸杞，以免加重病情。第二种，感冒的人，如果你正在感冒，也是不适合喝枸杞的。对恢复过了炎热的3伏天，入秋后是养生的黄金期，这时如果能调养好身体，秋冬也能少生病，不妨呢常喝一粥赤小豆百合粥。制作的时候，先将赤小豆泡好，然后将大米和百合洗干净，把赤小豆放在锅里，加入适量的水，用大火烧开，然后再用小火煮烂。这时将大米放入，煮熟之后再放百合，煮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赤小豆百合粥有很好的清利湿热、养阴润肺的功效，入秋后多吃点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除了多喝一粥外，还可以多吃凉果。第一种，梨。梨的味道很好，香脆多汁，鲜甜可口。入秋后天气比较干燥，多吃一些梨有清心润肺、止咳平喘的功效，能帮助养护肺部健康。第二种，葡萄。葡萄不仅好吃，而且营养丰富。经常吃葡萄有很好的生津消食、缓解疲劳、补血益气的作用，也非常适合秋天吃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入秋后昼夜温差比较大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，以免感冒。还有要多注意睡眠，早睡早起，适当的运动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我们身上的体毛有很多，而不同部位的体毛也是有不同的作用的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第一个，眼睫毛。眼睫毛是有保护眼睛的作用的，可以帮助抵挡外界的灰尘和小飞虫，避免眼睛被细菌感染。如果将眼睫毛剪掉，不仅会影响形象，还容易让细菌对眼睛造成伤害。第二个，鼻毛。鼻毛可以帮助我们过滤掉空气中的灰尘和细菌，减少冷空气对鼻腔的伤害。如果将它剪掉或者是拔掉，很容易导致感染，那鼻子健康也会受到很大影响。第三个，腋毛。腋毛不仅可以帮助人体散热，还能够帮助抵挡细菌。如果将腋毛刮掉，就会影响到腋窝散热，让细菌更容易滋生，所以大家不要随便乱刮。所以上面这3个地方的体毛，大家不要乱刮，不然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很大影响哦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痔疮、便秘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，大大的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那该怎么预防和改善痔疮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按摩承山穴。承山穴在我们小腿后侧肌肉浮起的尾端就是承山穴。当出现痔疮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用大拇指用力的按压承山穴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，以感觉到酸麻胀痛为宜。那按摩承山穴具有疏通经络、活血化瘀的效果，经常按摩有很好的消炎止痛的作用，对缓解痔疮和便秘都有很大帮助。痔疮是一种很顽固的症状，对于经常疼痛难忍甚至便血的人，不能够光靠按摩来缓解，还是要改变饮食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这样才能够帮助摆脱痔疮的困扰。带有肠息肉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而且经常被人们忽视。那当肠道长出息肉时，身上会有哪些表现呢？第一个，腹部异常疼痛。如果肠道出现息肉，那么可能会出现腹部异常疼痛的情况，而且那种坠痛感和绞痛感是我们往往接受不了的，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。第二个，放屁次数增多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会出现放屁次数增多的情况，往往不以为意。其实这可能是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，也可能是肠道出现了息肉，大家也要引起重视。第三个，排便时出血。如果痔疮比较严重的人，排便时会出现出血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，也可能是肠道出现了问题，要小心是肠息肉找上门了。肠息肉的危害很大，所以大家一旦发现，及时的进行治疗，以免给身体造成严重伤害。体好不好看脾胃，学会2个小动作，脾胃健康人长寿。动作1，按摩肚脐。大家可以平躺，然后将双手重叠的放在肚脐上，进行顺时针旋转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，可以早晚各按摩1次，或者呢2个手放在肚脐两侧，这样上下来回的搓动，感觉肚脐发热为止。经常这样按摩肚脐周围，可以帮助健脾和胃，补益气血。经常感觉胃痛、胃胀、消化不良的人，可以试着做一做。动作2，蹲马步。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一定的距离，然后下蹲，脚尖向前，保持平行，
膝盖分开，朝向左右两侧，大腿与地面保持平行，双手握拳放在腰部两边，腰背挺直，目视前方。这样坚持2-3分钟，有很好的促进肠胃蠕动、帮助消化的作用，对强健脾胃也有一定帮助。除了上面的这2个小动作外，平时还要有规律的饮食，细嚼慢咽，吃东西也要注意，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粗粮，还有饭后出去散步，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脾胃功能，对保养脾胃都有很好的作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